新朝只存在了15年，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复杂的评价。有人称王莽为穿越者，惊叹其改革的超前性；有人斥其为篡汉逆臣、窃国乱政；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试图以儒家古制拯救末世，却最终被现实碾碎的悲剧改革者。王莽出身外戚世家，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。王氏家族在汉成帝时期权倾朝野，先后有5人封侯，数十人担任大司马。但与其他骄奢淫逸的王氏子弟不同，王莽极度克己，他生活节俭，礼贤下士，对长辈恭敬，对宾客谦逊，经常散尽家财接济世人和平民。母亲生病，他轻视汤药；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，他衣不解带数月，守丧敬礼。在那个崇尚儒家伦理的时代，王莽几乎就是道德圣人的化身。公元前8年，王莽继任大司马，掌握朝政大权。他推行一系列改革，限制豪强土地兼并，禁止奴婢买卖，赈济灾民，平反冤狱，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西汉末年的社会痛点，也让他赢得了救世主般的声誉。汉哀帝去世后，王莽拥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，自己则以安汉公身份摄政。他进一步笼络人心，为孔子追加尊号，扩建太学，征召天下通晓易经、古纪、天文、历算、兵法者数千人入京，儒生群体欢呼雀跃，以为太平盛世即将来临。公元5年，汉平帝突然去世，王莽立2岁的孺子婴为太子，自己称假皇帝，代行天子事。与此同时，各地不断出现祥瑞，在精心编排的天命叙事下，群臣纷纷上书劝进。公元8年，王莽正式接受孺子婴禅让，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新，改元始建国。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禅让而非武力夺取皇位的皇帝，也自认为是儒家圣王理想的最高实践者。登基后的王莽迫不及待地开启了他的宏伟蓝图。他坚信，只要完全复原周礼中的上古制度，便能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国。首先是王田制，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，禁止私人自由买卖，一家8口以下只能拥有1井900亩土地，超过标准的土地必须分给宗族和平民。这项政策本质上是古代版土地国有化，目的是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。但问题在于，土地兼并早已持续100余年，豪强地主势力盘根错节，朝廷既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，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真正重新分地。结果政策刚一颁布，地方便阳奉阴违，豪强公开抵制，官员普遍消极执行。最终，王莽不得不撤销政策。随后，王莽又推行废奴改革，宣布奴婢改称私属，不得买卖，这也成为后世称其为穿越者的重要依据。但汉代豪强经济本就高度依赖奴婢劳动，贵族、地主、商人全都强烈反对，而失去土地的平民本就只能依附豪强为生，朝廷既无法提供土地，也无社会保障体系兜底，禁奴令最终也不了了之。相比土地制度，更致命的是王莽的金融改革。他极度迷恋古代货币制度，认为西汉5铢钱失去古意。短短7年间，王莽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货币改革，发行刀币、错刀、大权、契刀、规币、贝币等多达28种货币，换算关系复杂混乱。许多新货币本身价值极低，却被官方强行规定高额面值，这直接导致市场崩溃，商业停滞，百姓宁用以物易物，也拒绝使用新币，私铸货币泛滥成灾，物价飞涨数十倍。西汉200多年建立的成熟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。为了进一步控制经济，王莽又推行5军6管，由朝廷直接干预物价、贷款、盐铁酒业以及山林川泽经营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极早期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干预实验。但新朝官僚体系腐败低效，结果往往是官员借政策疯狂敛财，商人被迫停业，百姓负担进一步加重。理想中的天下大同迅速演变为现实中的民怨沸腾。与此同时，王莽还大规模恢复古代礼制，频繁更改官名、地名与制度名称，甚至连匈奴单于的称号都被强行修改。这种近乎执拗的脱古改制，不仅增加了行政混乱，也进一步恶化了新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。如果只是改革失败，新朝未必会迅速灭亡。真正致命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与社会失控。新朝时期，黄河多次改道，旱灾、蝗灾频繁爆发，大量农民流离失所。
而王莽政府既无力有效赈灾，又仍执着于繁琐改革，于是天下局势迅速恶化。赤眉军首先在山东爆发，樊崇率领的流民武装以赤色图眉为标志，迅速席卷清、徐诸郡，部众扩张至数十万人。这支军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，只有饥饿驱使下的求生本能，却以惊人的破坏力撕开了新朝东部防线。绿林军则在荆州崛起，王匡、王凤等人聚众于绿林山，依靠新市、平陵一带的流民迅速壮大。这支力量后来与汉室宗亲合流，逐渐成为推翻新朝的核心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各地汉室宗亲纷纷打出复汉旗号，趁乱起兵，天下豪强见风使舵，纷纷倒戈。曾经万众敬仰的兴盛，如今成了众矢之的。公元23年，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，改元更始，正式打出复汉旗号。王莽大惊，派大司空王毅、大司徒王询征集各州郡兵42万，围攻绿林军据守的昆阳。此时昆阳城中仅有守军8、9千人，敌众我寡，形势危急。偏将军刘秀力排众议，主张坚守待援，并亲率13骑突围求援。他随后调集数千援军，从外线猛攻王莽军侧后。王毅、王询自恃兵多，轻敌冒进，刘秀则率敢死队直冲中军，斩杀王询。王莽军顿时大乱，又恰逢极端天气，10载狂风大雨，陨石坠落，42万大军瞬间崩溃，新朝最后的精锐主力就此覆没。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，也是新朝命运真正的转折点。此战之后，新式必亡几乎成为天下共识，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响应更始政权。公元23年10月，起义军攻入长安，68岁的王莽仍身穿皇帝礼服，手持象征天命的玉玺，维持着最后的尊严，最终在建台被乱军杀死。15年的新朝就此灰飞烟灭。新朝虽然短暂，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。王莽与他的改革也成为后世长期争论的话题。王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过于理想化，严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。他试图通过行政命令强行重塑社会经济结构，却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，也高估了国家机器的执行能力。同时，他的许多政策朝令夕改，缺乏稳定性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混乱。新朝的历史告诉后人，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现实，循序渐进。脱离社会基础的理想主义，即便目标再美好，最终都将酿成悲剧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